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一条原本能卖$100多，从来不进打折区的瑜伽裤，现在却堆在仓库里卖不出去，连带着公司的总市值蒸发了惊人的78%。当一家曾经被华尔街捧上神坛的明星品牌，突然遭遇核心高管离职、激进资本逼宫和利润率暴跌的三重打击，它的底牌究竟还剩多少？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用放大镜一字一句地拆解 Lululemon 这份充满戏剧性的最新财报，看看隐藏在数字背后的致命战略裂痕。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在资本市场和零售行业， Lululemon 曾经是一个被所有商学院当成绝对标杆的增长神话。一家完全不卖专业篮球鞋，也请不起顶级体育巨星代言的边缘品牌，仅仅靠着一条售价超过$100的女性紧身瑜伽裤，硬生生的在巨头林立的运动服饰红海中撕开了一个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庞大帝国。要把 Lululemon 目前的危机看透，我们必须把时间拨回20多年前，去看看他的创始人齐普·威尔逊是如何在最平凡的日常场景中捕获到了一个价值100亿的商业盲点。上世纪90年代末，传统的运动服饰市场完全是男性主导的天下，耐克和阿迪达斯把几乎所有的研发预算和营销资源都砸在了如何让篮球鞋跳得更高，让足球鞋跑得更快上。当时的女性去健身房或者上瑜伽课，只能穿着那些原本为男性设计、被简单粗暴地缩小了尺码的纯棉运动服。这些衣服不仅排汗性能差，更尴尬的是，当女性在做大幅度的瑜伽拉伸动作时，面料会因为被撑开而变得透明，甚至常常发生接缝处开裂的情况。齐普·威尔逊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痛点。他没有像传统服装厂那样去跟风做廉价的运动套装，而是用一种工程师思维来重新设计一条裤子。他引入了当时先进的高级合成纤维，解决了透气和包裹性的问题。他首创性的在裤子的关键部位加入了独特的三角形拼接剪裁，彻底消除了女性在运动时面临的视觉尴尬。更重要的是，他为这个品牌设定了一个精准的目标受众画像：30岁出头，受过高等教育，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每天要在工作、家庭和健身房之间频繁切换的超级女孩。这条定价超过100美元的瑜伽裤，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卖的就不是遮体保暖的布料，而是一种自律、优渥且充满掌控感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身份认同。在这个定位确立之后， Lululemon 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违背所有商业常识，但事后被证明是其最深护城河的渠道决策。在服装零售行业，想要快速做大销量的标准捷径，就是把货铺满各大百货公司，或者大举入驻像亚马逊这样拥有海量自然流量的综合性电商平台。但 Lululemon 不仅拒绝了所有的传统批发商，更是对那些流量巨大的第三方电商平台采取了绝对隔离的态度。管理层非常清楚，当你把精心设计的产品放上综合电商平台时，你就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一个残酷的漏斗。在那些平台上，消费者习惯于输入关键词，然后按价格从低到高进行排序。在那样一个以低价和竞价排名为主导的生态里，任何品牌精心构筑的溢价光环都会被瞬间碾碎。因此 Lululemon 坚定地选择了直面消费者，他们只在最核心的高端商圈开设直营门店，线上的销售也几乎全部通过官方的独立网站和手机应用来完成。这种对渠道的绝对掌控意味着他们不需要向任何中间商缴纳高昂的过路费，更不需要在第三方平台上参与毫无底线的价格战。他们把每一位顾客的真实交易数据、尺码偏好和购买频率死死地攥在了自己手里，从而构建起了一个在现代零售业中十分罕见的拥有绝对自主定价权的封闭生态。这种对品牌的保护欲不仅体现在渠道的封锁上，更深植于他们对知识产权的严苛布局中。很多服装企业认为做衣服门槛很低，无非是买布料，找代工厂缝合，然后贴上自己的标签。
但 Lululemon 在拓展产品边界时，采取的是一种类似科技公司的防御策略。当他们投入大量资源，研发出既能提供高包裹性，又具备强力排汗性能的面料时，他们并没有简单的直接推向市场。相反，他们庞大的法务团队会向美国专利商标局以及全球的知识产权机构提交严密的商标注册申请。从独家研发的混合面料的专有名称，如 Nulu、Luxtreme， 到那些具有特殊功能性的外观剪裁线条，全都被法律的铠甲层层包裹。这就形成了一个让竞争对手头疼的局面。其他代工厂可以买到成分类似的尼龙和氨纶，也可以在车间里仿制出看起来差不多的紧身衣，但他们绝对无法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用那些已经被注册死的专有技术名词来营销这件衣服的功能性。这种通过商标和专利编织起来的知识产权壁垒，正是 Lululemon 能够将一件运动服饰卖出奢侈品溢价的底层逻辑。在营销上，耐克每年要花费数十亿美元去赞助全球顶级体育巨星，用宏大的英雄叙事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但 Lululemon 早期根本没有这种预算，于是他们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在每一个社区、每一条街道里真正对普通人产生影响的节点，当地的瑜伽教练、普拉提导师和健身房老板。他们把这些基层教练发展成为品牌的大使，给他们免费提供最新款的服装，邀请他们来门店免费开设瑜伽课程，甚至把他们的照片挂在门店最显眼的位置。这是一个精妙的心理学游戏。对于一位普通的女性消费者来说，电视上的篮球巨星离她的生活太遥远了。但是当她走进社区的瑜伽馆，看到那位身材完美、气质优雅、平时具备亲和力的瑜伽教练，身上穿的正是带有反光标志的 Lululemon 紧身裤时，那种想要通过购买同款服装来接近这种理想状态的冲动是非常强烈的。凭借着这套组合拳， Lululemon 在过去10几年里交出了一份让整个消费品行业惊叹的财务答卷。它的毛利率常年稳定在 58% 附近，也就是说，一件标价100美元的瑜伽裤，扣除掉所有的面料采购、代工生产和国际物流的直接成本后，公司能净赚58美元的毛利。但是直面消费者模式是一把双刃剑，当你顺风顺水，产品供不应求时，你独享所有的品牌溢价。可一旦你的产品线出现了品控问题和战略误判，这套封闭系统就会变成巨大的累赘。而这正是 Lululemon 在2024年到2026年期间正在经历的真实噩梦。如果你经常关注海外社区，你会发现 Lululemon 最近在产品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把时间推回到2024年夏天， Lululemon 满怀信心地推出了一款名为 Breathethrough 的全新面料紧身裤。管理层原本指望这款主打轻盈透气的新产品能够成为下一个爆款。然而产品刚一上市，就在社交网络上引发了排山倒海的差评。消费者反馈，这款裤子前部采用了夸张的深 V 型缝线，而后部则是 Y 型接缝，穿在身上不仅没有修饰腿型，反而营造出了一种不雅观的视觉效果。舆论压力迫使 Lululemon 在上市仅几周后，就罕见的在全球范围内紧急下架了整个 Breathethrough 系列。然而管理层似乎并没有从这次品控灾难中吸取足够的教训。进入2026年， Lululemon 再次推出了一条名为 Get Low 的全新运动产品线。这条主打无缝科技和速干面料的紧身裤，定价依然高达近100美元，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新产品上线不到1个月，各大社交媒体和论坛再次被不满的消费者攻陷。大量的真实试穿反馈显示，这款 Get Low 紧身裤在消费者进行深蹲或者大幅度弯腰的动作时，面料会变得完全透明。消费者抱怨这款产品不仅毫无包裹感和支撑力，其透视问题更是让人完全无法穿着它进入健身房。面对客诉， Lululemon 的发言人只能尴尬地出面灭火，宣布暂时停止 Get Low 系列在北美地区的所有线上销售业务，并承诺将重新审视产品的设计反馈。这2次连环翻车直接撕开了 Lululemon 神话的外衣。当你把一条瑜伽裤卖到100美元以上时，消费者支付的溢价完全建立在对你严苛质量的信任之上。
一旦产品的核心功能性出现致命缺陷，品牌积攒了20年的高端光环就会迅速衰退。更核心的问题是，这些失败的产品并没有凭空消失，它们变成了压在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一座大山。根据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数据， Lululemon 账面上依然堆积着高达17亿美元的庞大库存。我们前面提到过， Lululemon 采用的是绝对的直营模式。传统的运动品牌像耐克，如果出现库存积压或者设计失败的产品，他们可以把货以低价批发给折扣零售商，通过外部渠道把库存消化掉，从而保住官方主品牌的正价形象。但 Lululemon 没有这种外部的泄洪通道，17亿美元的库存只能靠自己慢慢消化。为了清理这些因为战略误判而滞销的非核心颜色产品和失败系列， Lululemon 只能被迫在自己的官方网站和直营店里不断扩大名为 We Made Too Much 我们做多了的打折区规模。对于一个依靠中产阶级身份认同和高端定位起家的品牌来说，频繁在自家后院大搞折扣促销，无异于饮鸩止渴。它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模型。既然只要等上几个月就能在打折区买到半价的正品，我为什么还要花全价去购买新款？这种消费者预期的转变正在从底层吞噬着 Lululemon 引以为傲的超高毛利率。在内部产品迭代陷入阵痛、库存警报高悬的同时， Lululemon 的管理层也迎来了罕见的大地震。今年5月，一个重磅消息震惊了华尔街， Lululemon 的首席产品官孙秋 Sung Cho 正式宣布离职，跳槽去了微富集团 Vans 的母公司担任全球品牌总裁。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人事变动，在过去的7年里，他是 Lululemon 产品线的绝对灵魂。他主导了品牌从单一的室内瑜伽向鞋类、网球、高尔夫以及男装等全品类扩张的战役。一位掌控着产品生死大权的核心高管，在北美市场增长全面停滞、品控接连翻车的节骨眼上选择离职，直接向外界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公司内部在未来的产品研发方向和库存管理战略上出现了明显的摩擦与分歧。紧接着，在2026年最新的发展动态中，带领公司走过疫情繁荣期、立下汗马功劳的现任首席执行官凯文·麦克唐纳也正式宣布，将于2027年1月31日卸任。整个最高管理层的彻底洗牌，让 Lululemon 陷入了战略真空期。而资本市场从来不会放过这种味道。就在 Lululemon 陷入内忧外患之际，华尔街著名的激进投资机构由保罗·辛格 Paul Singer 掌舵的埃利奥特管理公司 Elliott Management 悄然在二级市场扫货，一举拿下了 Lululemon 价值约10亿美元的股份。如果你了解华尔街的资本运作手法，你就会知道埃利奥特管理公司是一个怎样的存在。作为全球知名的激进对冲基金，他们入股一家公司从来不是为了做安静的财务投资者，他们的标准剧本是在目标公司遭遇危机、股价大跌时大举建仓，然后利用股东的身份公开发布措辞严厉的公开信，要求进入董事会强行罢免现任管理层，并逼迫公司采取激进的成本削减计划和股票回购措施，以在短期内强行拉升股价，最后套现走人。根据市场的可靠消息，埃利奥特目前正在幕后积极运作，试图将前拉夫劳伦资深高管 Jane Nielsen 推上 Lululemon CEO 的宝座。这种激进资本的强势逼宫，对 Lululemon 的长远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一方面，资本的介入确实可能帮助公司清理冗余的库存，优化臃肿的供应链体系，但另一方面，当一家以产品创新和社区文化为驱动力的成长型公司被追求短期暴利的华尔街资本强行套上财务紧箍咒时，为了交出好看的利润报表，研发预算和面料创新往往会成为最先被砍掉的牺牲品。这对于正在遭受竞争对手猛烈围剿的 Lululemon 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在 Lululemon 深陷内部泥潭的真空期，外部的竞争对手们并没有闲着，他们终于摸透了这位旧日霸主的底牌，并从多个维度发起了凶狠的立体绞杀。在高端女性市场，阿洛瑜伽 Alo Yoga 发起了降维打击。
阿洛瑜伽彻底抛弃了 Lululemon 那种依托社区素人教练的地推打法，转而豪掷重金，深度绑定全球顶级的社交媒体网红和好莱坞明星，从 Kendall Jenner 到 Hailey Bieber， 全都是他们行走的广告牌。不仅如此，阿洛瑜伽在门店选址上更是大笔投入。他们不在普通的商场里开店，而是直接在比弗利山庄等顶级富人区开设名为 Sanctuaries 圣殿的超级体验中心。这些体验中心里不仅有服装销售，还配备了顶级的瑜伽工作室、有机健康咖啡吧，甚至冥想室。他们成功地将瑜伽服的穿着场景从出汗的健身房强行拉升到了高级咖啡馆和时尚街拍中，分流了一大批追求最新潮流的年轻高净值用户。而在面料技术和男性市场上，福奥里沃瑞则成了 Lululemon 最直接的竞争者。他们没有选择在女性紧身裤这个红海里死磕，而是十分聪明地选择了从男性运动通勤市场切入。他们主打一种名为 Dream Knits 的独家科技面料，号称触感比 Lululemon 更加柔软亲肤。在成功解决男性对运动短裤和通勤长裤的痛点，建立起忠诚的男性基本盘之后，福奥里再利用这批男性客户的家庭影响力，反向杀入女性市场，直接在 Lululemon 的核心腹地撕开了一道口子。除了高端局的围追堵截， Lululemon 还要面对一场自下而上的底层商业逻辑冲击，平替文化的狂欢。当宏观环境的高利率开始真实的挤压美国中产阶级的可支配收入，当信用卡的违约率攀升到高位时，消费者变得前所未有的精明。在各类电商平台和全球短视频网络上，充斥着大量价格只有 Lululemon 1/10甚至1/20的替代产品。这些庞大的海外代工厂凭借着出色的逆向工程能力，完美复刻了 Lululemon 的版型和倒 U 型缝线技术。在一个消费者开始大规模缩减非必要开支的逆风周期里，消费者突然发现花$20买来的替代品，在日常穿着中完全能够提供 Lululemon 大部分的性能体验。这种觉醒是直接的，铺天盖地的平替风潮不可避免地瓦解了边缘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他们不再愿意为那个反光标志支付高达$80的纯粹品牌溢价，这彻底堵死了 Lululemon 继续向大众下沉市场要销量的战略通道。当所有的战略失误、品控翻车和宏大叙事最终交汇在资本市场的定价模型上时，我们必须用最真实的财务指标来审视 Lululemon 现在的处境。翻开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报表，如果你不仔细看，很容易被其表面的数字所迷惑。公司第一季度总营收达到了$24.7亿，同比依然有 4% 的增长。每股收益 EPS 虽然从去年的$2.60下滑至$1.69，但也算符合了华尔街一再下调后的预期。但是华尔街的资金从来不看整体的数字游戏，他们只盯核心引擎的转速。真正让各大机构大规模撤退的是财报中披露的几个核心数据。第一，大本营彻底失速。Lululemon 起家的生命线美洲市场在第一季度的净营收直接下降了 3%， 若按固定汇率计算则下降了 4%。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洲市场的可比门店销售额大幅下降了 5%， 固定汇率下下降 6%。 对于一家常年享受着高成长溢价的品牌来说，核心绝对主力市场的负增长等于直接宣判了旧有增长模型的失效。第二，引以为傲的利润率防线崩塌。第一季度公司的毛利润下降了 3% 至$13.38亿，毛利率暴跌了足足410个基点，降至 54.2%。 管理层在电话会议中将此归咎于关税的影响和固定成本的去杠杆化，但市场心知肚明，账面上那$17亿的库存以及 Get Low 等失败产品的下架重做才是吞噬毛利率的真正原因。第三，运营效率的显著下滑。公司的营业利润 Income from Operations 同比暴跌了 37%， 仅录得$2.76亿，营业利润率下降了730个基点，跌至 11.2%。 销售、一般及行政费用占净收入的比例飙升了310个基点，成本在增加，而收入端却停滞不前。
在这样一份充满寒气的财报中，目前唯一还在高速运转的引擎只剩下了中国市场。在美洲大本营陷入衰退泥潭的同期，中国大陆市场的营收增速依然维持在 30% 固定汇率下为 23%， 可比销售额增长了 13%。凭借着在一线及新一线城市核心商圈的强势拓店，中国市场正在以一己之力为这份财报提供着最后的支撑。但是，依靠单一海外市场的高增长来弥补大本营的结构性衰退，在当前复杂的全球消费格局下，绝不是一个可以支撑起高估值的长远逻辑。伴随着股价向 114.23 美元的深渊坠落， Lululemon 目前的市盈率已经被大幅压缩到了 9.2 倍左右。这是一个深刻的估值重塑过程。我们来拉出数据，进行一场直观的横向对比。作为全球运动服饰的绝对霸主，耐克目前的市盈率大约在22倍。耐克的优势在于其庞大的全球经销网络、深不可测的体量和深入人心的体育文化图腾。而另一家在资本市场上主打高端跑鞋的新贵品牌昂跑 On Holding， 其市盈率则高达45倍。市场愿意给予昂跑这种溢价，赌的是它在全球广阔市场中刚刚起步的爆发性渗透率。在这样一个严酷的参照系中， 9.2 倍市盈率的 Lululemon 展现出的是一种被市场近乎抛弃的恐慌姿态。这连传统价值股的估值中枢都不及，市场不仅剥夺了它所有的成长溢价，甚至在为它未来的盈利衰退提前进行深度折价。用不到10倍的市盈率买一家利润率暴跌410个基点，北美大本营出现负增长，核心产品线品控接连翻车， CEO 即将离职，并且被激进资本紧紧盯上的企业，这已经不再是一个逢低买入的简单选择，而是一场胜率模糊的博弈。在消费品漫长的商业史中，没有任何一个品牌能够永远站在神坛之上。一条瑜伽裤确实可以创造出一个数百亿的帝国，但要守住这个帝国，需要的绝不仅仅是面料的堆砌和社区的狂热。Lululemon 用20年的时间向全世界证明了直面消费者模式和极致产品细分的巨大威力，但在潮水退去，中产阶级消费逻辑发生深刻重构的今天，市值暴跌 78% 的现实是一场对品牌核心资产、供应链敏捷度以及管理层战略定力的终极考验。感谢大家观看，做这类深度硬核内容不易，你的订阅、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